这3起事件，相关人员彼此间并无关联，唯一的共同点只有这枚指纹。目前还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结合刘晓峰坠楼案，我们有理由相信，指纹的出现并非偶然。 去年11月24日，本市山水龙庭小区有人报警，称小区发生煤气泄漏，随时有爆炸的危险。110接警之后，协同小区的物业、燃气、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在疏散群众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该小区9栋1102室住户陈建明死亡。陈建明，男，70岁，山水龙庭小区9栋1102室，独居。 当时物业和民警赶赴现场，挨家挨户的敲门，敲到这家发现没有人应，破门之后才发现陈建明已经倒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当时呢，物业人员和民警就实施了急救，可惜没有救过来。后来危情解除，燃气泄漏属于误报。随后医务人员赶到，判断陈建明在物业破门之前就已经死亡，死亡原因可能是心脏病突发。 以下呢是陈建明一些日常使用的药品的图片。考虑到陈建明长期服药，且是行动不便的重症心脏病患者，这个事件被判定为是疾病突发，其子女也没有提出其他的异议。这陈建民的子女什么情况？我调查了一下，陈建民的妻子多年前就已经去世了，然后陈建民呢也并未再婚，2个人育有2子1女，都组建了家庭。 女儿一家在国外定居，2个儿子都在本市。陈建民倒下的位置离这些药这么近，没用上吗？我估计应该是发病太急，药没来得及吃。这么看也应该算是常有的事儿。那这个现场还有什么异常现象吗？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真打搏斗的痕迹，也没有财物的遗失。这是老年人求助器吧？联通社区的。 离他也很近，没用过，应该没有。说到这件事的后续倒是有位社工大姐提出了异议。一方面是因为没有接到陈建民的求助，另一方面陈建民开暖气会胸闷、呼吸不畅，所以常年不开。可当天的暖气却是开着的。这个社工主要负责辖区内独居老人的生活，跟陈建民的关系也比较熟悉。也是因为这位社工的坚持，辖区的同事对陈建民家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搜查。 但确实没有发现可疑之处。那枚指纹在哪儿找到的？在这个空调遥控器上。但陈建民家雇佣了家政公司的钟点工，每周都定时来打扫，有家人以外的指纹也很正常。毕竟没发现异常，当时呢也就没再追下去。可后来接连在3起案子中都发现了相同的指纹，这又引起了办案单位的高度重视，重启了调查程序。 之前来过的警察。您好。您坐。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你们怎么还在调查呀？之前不是说没什么问题了吗？听说您对陈建民的情况比较了解，我们今天来呢，就是想麻烦您和我们详细说说。啊，不麻烦不麻烦，我应该配合警察工作的嘛。
只是这个事情过去的时间有点长，我怕很多细节我记不大清楚了。我记得那天我赶到的时候，120已经在现场了，当时现场特别混乱。那这陈建民和子女的关系怎么样啊？这个您算问到点儿上了。老陈那几个孩子呀，哎，他那个女儿啊，早早就办了绿卡，在国外定居呢。那2个儿子呢，倒是在本地，家里条件是一个比一个好。但是这2个孩子呀，没有一个愿意跟老爸住在一起，照顾老爸的。这老陈也是，平时性子比较急，脾气不大好。那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吗？哎，这老陈啊，他以前呢是做房地产开发的，虽然不像那些大企业规模那么大，但是他也不小啊。现在呢也要交给下一代了。你说是给多给少，给这个不给那个的啊？我听说那2个儿子啊，还曾经为了这个继承企业打过官司。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就是老陈去世那一天，就在他们家楼下，这大儿子、二儿子和媳妇儿们，他们2个还吵起来了，他动上手了。吵什么？别吵了，别吵！老人都来了，你们还光别吵了，松手！松手！你打试一下，不要吵了，松手！冷静！你冷静一点，都一家人，吵什么嘛？后来老人被扶进去之后呢，这2兄弟也不好意思再吵了。老爷子平时身体就不大好，但那天看着也没什么大碍。那他的子女对处理的结果满意吗？他们都嫌我多此一举，想我尽快给他们开死亡证明，想把这房子赶紧给卖了。那房子卖了吗？卖什么呀？老陈不是有个闺女在国外吗？人家是不回来，然后也不配合2兄弟签公证书，就这么干跟他们耗着。陈建民本人的社会关系你有了解吗？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他屋子里那个报警求助器，以前有用过吗？用过，而且还不止1次呢，但基本上都是虚惊一场。他挺在意这个的，经常就是万一稍微有一点什么不对了，他就求助我们。所以这一次第一时间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一次就没叫我们呢？咱说说那个暖气的事儿吧。哎，这个事儿啊，出事那天我赶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发现他屋子里啊特别热，温度开得特别高，电暖气都开着。那我们这个小区呢是集中供热自采暖，是烧电的。老陈平时啊嫌开暖气胸闷，是不开的。那邻居上下就对他有意见了，觉得他不开，这上下温度都上不去啊。为了这事儿啊，还上过他家门，发生一些小矛盾。那后来我们领导也说我了，那说不定人家老陈突然嫌冷了呢。啊，我想想，领导说的也对，这个是我多事儿了。行，赵姐，今儿就聊到这儿啊，谢谢啊，不客气不客气，我应该配合你们工作的啊。谢谢。好，谢谢啊，谢谢。哎，陈建民家属来了，你们先问着啊，把那个电话和地址发给我。好嘞。上次报警煤气泄漏的人找到了，咱们现在得过去查。师傅，你觉得报警那人有问题啊？不好说。很长时间没休假了吧？抽空去看看你爸妈去啊。谢谢师傅关心，手里案子一大堆还没忙完呢，忙完再说吧。哦。嘿，这2个人真行，在什么地方都能干起来。不是这点钱至于吗？至于吗？啊，我告诉你，这可不是个小数。就山水龙庭那套房，估计啊，你这辈子都买不起。不过从动机上面看，他们俩应该没什么问题，又没遗嘱。像这样人没在了，更麻烦。哎，你说我们这个真的是个案子吗？目前来说也没什么问题。
就一个也不知道是谁的指纹。先查查吧。这程建民啊，做地产生意的，社会关系应该挺复杂，没准啊，真能查出点什么东西来。行。程小伟是吧？啊，是刑警队的。刑警啊，找我啊？这手机号是你的吧？是我的，公司发的工作手机。去年11月24号，你用这个手机号报警说山水龙庭小区有煤气泄漏，还记得吗？去年，哦，对对对，那边申到过一次跑煤气，但打电话人报警不是我。110的记录显示是你手机号拨打的。手机号是我的，但打电话人不是我啊。当时好像是有个人找我借手机，说是家里跑煤气，出门又忘了带手机了。那个人还有印象吗？那个人记不太清了，是个女的，长相挺普通的。是这个人吗？身形挺像的，但我不能确定啊，毕竟我们这一行每天打交人挺多的。那报警之后他干什么了？报警之后，他就把手机给我了，就走了。走哪我就不知道了。别着急啊，再想想，看看还能想出什么来。有个事儿，但我不能确定有没有关系啊。当时那个警察、消防员很快就来了，然后小区还挺乱的。哦，我的马甲也不知道给谁拿走了。马甲啊？什么样的？呀，就这个，公司发的，说是上班不需穿戴，料子挺差的，按说应该没人拿的。谢了。啊。下班了，够早的呀。早吗？天都黑了。约会去。同学聚会，你看我还行吧？挺好。那个……哦，对了，我刚才想给你送过去的，检验过了，你们带回来的行为样本跟在刘晓峰坠楼现场发现的行为样本，颜色、材质，包括硬度都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坠楼现场发现的这个纤维，是来自一个快递员的马甲。不能这么肯定，因为用这种材质做衣服肯定不止这一家，但是可以作为参考。如果你们能找到那件衣服，我是可以给你们做对比的。那不早，我先走了。注意安全。拜拜。我问了一圈，程建民的那个小地产企业虽然有2个儿子的争权问题，但整体运营状态良好，员工待遇也不错，员工对程建民的评价也挺正面的。地产生意很容易产生纠纷，也很容易得罪人。程建民做生意的时候，他的人缘挺好的，没听说过与人产生什么结过怨啊、纠过纷之类的。对了，谦哥，那个报警的查得怎么样了？目前基本能确认是报假警。我想，是想让人尽快发现程建民的尸体。不对啊，这按理来说不是希望越晚发现越好吗？对啊，咱们假设啊，那个电话与程建民之死真的有关系，那程建民之死呢，又不是真的意外，那是不是越晚被发现，就越会容易当作疾病发作呢？哪有凶手希望自己被发现的呀？行了，啊，不早了，总队啊，是吧？小哥几个早点回家休息，明天你再跟小龙去一趟民宿现场啊。程建民的案子不查了？查呀，不能一棵树吊死。委派几个人继续查陈建民的社会关系。是，剩下的人准备接下一个案子啊。散了，早点休息。快，好了，走，我跟你谈点事儿。
看到我给你画的画没？你最喜欢的伦勃朗的风格，以前没试过，这次发现啊，真的好难。你肯定会笑我画的不好，不过没关系，现在我又重新拿起笔了，画的不好，可以慢慢练了。迟到了啊！有什么发现吗？没什么重要的发现。这民宿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就刚刚大致估测了一下这个监控能拍摄到的范围。哎，是警察吗？等你们好久了。你这民宿这么偏呢？还是带你们去看看，这风景好啊，城里好多人就愿意奔这儿来。啊，就在前头。这路可不太好走啊。走习惯就好了。这屋子动过吗？没动，那找人动不是还得花钱吗？再说，谁愿意干这事儿啊？我跟你说，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我碰见这么一个主儿。我这一挺好民宿刚开业几天就给我整这么一出，你说这屋里都死过人了，那以后谁来住啊？死者周连琴，你了解多少？我不认识他，他就一电话号码，这屋子这定的人名都不是他。谁定的？那我估计是他们家里人给定的，在网上给下的单，网上交的钱，然后他就来拿钥匙住就行了。我要知道他是搞传销的跑路，电视上上过老赖，那我打死也不会把这房子给他住啊。活着的时候你说坑人骗人，那这死了还不找一个没人的地儿，到这儿来讹我来。这上面有人动过吗？没有。说说当时情况吧。那当时我也不在场啊，这是他们家人联系不到他了，这才打了我的电话赶过来的。那几天房间里只有周连琴一个人？那我可不知道。他订了1个星期的房子，说这个最好不要打扰他，这服务员也不用经常的打扫，这个钱他付的也痛快，也没砍价。当时又是淡季，就把房子租给他了。我来了以后啊，这房门这里头是反锁着呢，这窗户是开了一份，我就钻进来了。进来我到这儿来，哎呦，就挂在这儿啊，这真吓人。人是你放下来的？我哪敢动啊？我打了个120，他们家人给放下来了。120来了以后呢，这说这个人已经凉了好几个小时了。我就是没想到这吊死的人会这样，弄得脏兮兮的。哎，行了，你们愿意怎么着怎么着吧，我先出去了，有事你再喊我啊。哎呦，这天哪！有什么发现吗？房梁上有明显的擦痕啊！我的推测是，人在自缢过程中会本能地晃动身体，从而呢使得绳索摩擦房梁留下痕迹，这是判断他上吊时是否活着的关键。因死者体重较重，产生的摩擦痕迹较深，乍一看没什么问题，可仔细观察会发现。擦痕底部有少量的绳索纤维附着，且纤维方向一致。而身体本能反应带动绳索摩擦是不规律的，只有拉着绳索一端向前规律性的摩擦，才能产生这种情况。
难怪办案单位会定义本案是疑似自缢，不排除他杀案。死者是被其他人挂上去的。当然，死者家属坚持要验尸。死亡报告上写的是颈动脉闭塞导致的脑水肿，颈部绳索的勒痕也很符合常见的上吊死亡。如果我的假设是对的，我推测死者应该是在半昏迷的情况下被套上绳索，然后吊上去的。但能做到这点的凶手体重至少要大于等于死者。周连琴的体重接近200斤，比他还重的凶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使用了滑轮之类的辅助工具。那个指纹在哪儿发现的？绳子勒痕旁边。这个就是从周连琴入住到事发前唯一进去过的这个人，而且没有拍到他出来，应该就是像你说的那样从后窗离开了。能再放大点吗？能是能，但是你看他遮得很严实。我把他和高亮的这张对比了一下，你看啊，这张是用墨镜遮住了眼睛，这张是只留出了眼睛。现在从数据上分析，不能判断两个是同一个人，但是从外形上来看，两个人有一定的相似度，而且相似度很高。都是1.8米以上，体型偏瘦。董队，这是文勇的妻子，这我们市公安局刑警队的冷队长。坐。这次叫您来呢，是想了解一下文勇的情况，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反映一下的吗？我已经反映过很多次了，我先生他不可能去嫖娼，他是在去出差的路上失踪的，这都快2个月了。关于文勇的失踪，我们相关部门已经反复的调查过，但目前确实没有更多的线索。但现有的证据是可以支持您丈夫温勇失踪前有过嫖娼行为的。这是他近半年来的通讯记录，您看一看。看到这个红色标记电话号码了吗？这是我们目前已经掌握的一家非法按摩店的电话。从这个通话频率上看，您丈夫温勇可是常客呀。不可能，你们就是找不到人了，还往我先生身上泼脏水。那就麻烦您再说说温勇的情况吧。他那天出门的理由是什么？出差，他们单位的公事，坐火车去外地开会。那你知道他订了几点的火车票吗？下午6点。他一般怎么去火车站？坐出租车。麻烦您看看这个人是您丈夫温勇吗？这是事发当日沿途多处监控视频的截图，从监控上面显示，您丈夫离开住所后打车去的这家按摩店。按照时间戳，他在店内停留了大约1个半小时之后离开，再之后就消失了踪迹。我先生他，我们家一直很和睦的，我们俩都有稳定的工作，感情也很好，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红过脸。那疤怎么弄的？以前摔的。温勇身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他钱包里有几张卡，还有一块手表，不过也不是太好的牌子，10000把块钱了。吃点吧。这儿就是温勇最后被目击到的地方，这儿就是那个按摩店，往这边走不到50米就是大路了。接待温勇的按摩女呢叫蒋小花，根据蒋小花的证词，温勇就是她的常客。指纹就是在那儿发现的，当时能发现还是因为附近有血液，血液经调查呢是温勇的，但是量很小，不像是受到致命伤害留下的。你们又找我来干嘛呀？是，以前是我错了，我不该做这个生意，但我现在真的已经洗心革面了。你说什么？洗心革面？温勇是你杀的吗？不是啊，怎么可能是我呢？洗心革面啊！这现场啊，发现了血迹了。既然是你最后一个见到温勇的，我们怀疑你杀害了温勇，并把尸体藏匿起来。不是的，不是的。当时还有一个人在场。谁？是个女的。但我不认识，我也不知道她是谁。但真的不是我。跑啊！我让你们跑，跑啊！跑啊！跑啊！跑！跑！跑啊！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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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告诉你，你再给我跑一次试试！啊！跑啊！快点！跑啊！没看到吗？跑啊！跑啊！跑啊！你再跑，再跑啊！跑啊！再跑！跑！我让你跑！谁在那儿？我什么都没看到，我没看到我。他喜欢动手，听说和他老婆也这样。旁的姐妹都不愿意接待他，我也是因为看在钱多的份上，不然谁愿意招惹这种人？女的长什么样啊？身高多少？个子很高，比温勇还高，很瘦，长相嘛，那天太黑了，我又害怕，我就瞄了一眼，也没敢仔细看。来，看看，这是谁？好像是他。温勇，真的是他杀的呀？我还以为是他老婆干的呢。为什么这么想？您没看过那个视频吗？就是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标题叫“女教师当街被家暴”。然后虽然脸被打了马赛克，但那个男人的身形我熟，就是温勇。
这是从视频发布者手中拿到的原始版本，没打马赛克。从视频中可以确认，这2个人就是温勇和他的妻子。这个事情发生在2个月以前，被路人拍下视频发到了网上。温勇的妻子是咱们本市重点中学的老师，被人认出来以后，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后来听说温勇的妻子找人把这个视频撤下来了，怕影响工作。如果温勇和他的妻子关系不好，那么温勇的妻子完全可以从温勇的失踪中得到好处，那他为什么还要执意找人？哎，这可说不好啊。温勇的妻子当时确实有明确不在场的证据，而蒋小花认出了袭击温勇的很像高亮的女朋友。那个画像给调一下。目前已知，那枚指纹一共出现在了4个地方，分别是陈建明案、周连琴案、温勇案以及刘晓峰案。陈建明之死的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被定性为案件，但是温勇案出现了温勇曾在现场被袭击的证词。技术科通过分析，发现了房梁上的痕迹，很有可能不是周连琴自己留下的。所谓自杀，存在疑点。刘晓峰则有相对的明确的证据证明这是谋杀。陈建明和周连琴案在现场出现的可疑人员为身份不明的年轻男性，而温勇和刘晓峰案，则是这个身份不明的年轻女性。目前只知道她是一个叫做高亮的人的女朋友。这个高亮的身份，目前同样还未查明。他目前还涉及到城中村的那起纵火案。通过对目击者的询问，发现了这个叫做高亮的人和出现在前2起案件中的可疑人员有较多相似之处。如果能确定是同一人，那么可以说，围绕这几起案件的核心就是这对男女。假设啊，这些都是案子，那2人的动机呢？寻常人犯罪，不外乎财情恩怨。但这几个受害人，无论从工作到生活都毫无关联。这2个人能同时与这么多人结怨，也几乎不可能。所以不排除雇凶杀人的可能性。拍电视剧呢，雌雄大盗、雇佣杀手，这个说不好。凶手行凶可能也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一些我们不知道的目的。目前除了陈建明案，后几起案件之间也还是有一些共通之处的。当然，这只是我的分析啊，可能并不太准确。周连琴集资跑路，欠债不还的老赖；温勇家暴嫖娼；刘晓峰曾经虐杀动物，又计划对人行凶。也许在凶手看来，他们都应该接受惩罚。好家伙，把自己当蝙蝠侠了。如果要是真的，那要咱们警察干嘛呀？这也奇了怪了，咱警察不知道的事儿，凶手可知道了。网络热点，他们都曾经作为网络热点，出现在一个本地论坛上。温勇家暴的视频最早就是在那里发布的，刘晓峰也是在那里和这个女人进行联络的。在那个论坛上，到目前为止，都还有人发帖声讨周连琴。哎呀，这个陈建民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你觉得你徒弟的想法可行吗？有一定道理。目前啊，没有更好的切入点。这几个案子定案的条件不够充分，幸亏现在没有什么重大的案子。哦，对了，小爷爷现在情绪怎么样？好点了没有？忙起来挺好。对啊，我看他每天来得很早，走得也很晚，一心不在案子上。哦，对了，前些日子省里还想给他立个功呢，被他拒绝了。这个案子啊，很复杂啊，大家都辛苦了，尤其是叶谦儿，不辛苦，应该的。来，对这个案子我是越来越不菜都来了。哎，好，来，放这，嫂子一块儿吃吧，啊。不了，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我去喂小家伙啊，你慢慢吃。行，我跟你说，我现在一下班我就得到这儿来接乔静，啊，这一起关门一起回家，留他一个人在这儿，我可不放心。嫂子没事吧？
没事儿。不足，你是个女孩子，你可得当心点。我没事儿，咱们家属院离单位近，又都是自己人。那可不行，没事儿还是早点回去啊。知道了。来，赶紧吃。这4起案子呀，留下的全是女性左手食指指纹，而在网吧时呢，那个红衣女子是用右手开的门。而且啊，遗留指纹的文献都一模一样，显然指纹是他故意留的。他这么做，说明他不怕警方通过指纹查到他。照这么说的话，这枚指纹其实是某种标记，类似某些表演性人格的连环杀手，他们做完案后会在现场留个记号，来证明这个案子是他们做的。刘晓峰案天台上发现的是2种男性足迹，而磊叔在监控中看到的却是一个女人。徐局也说，高亮和他女朋友的身形很像，并且2人从未同时出现过，那就有理由怀疑他俩是同一人。有道理。我在想，嫌疑人为什么这么自信？不担心我们会从这枚指纹上找到什么线索？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人的指纹可能已经无迹可查。我同意小龙的推测，邻省曾经发生过一起殡仪馆看守将逝者指纹割掉粘在自己手上作案的案例，当时轰动不小。本案的嫌疑人会不会也有类似的操作？文勇的案子明天还得继续啊，抓紧时间赶紧吃饭啊，吃完了还得送餐去。
水替代泪水的重量，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没有天生不屈的倔强，只因总有人跟在前方挡下风浪。当每一次不平凡变得习以为常，只为将肩上徽章擦亮，就像黑夜中暗涌的光，汇聚成你的模样。抬头望，多么的荣光，像希望伸出了臂膀，披着光，前世也有望，穿越过命运的战场。